Hello， 大家好，我是少爷兵，又来到我们马股经济学的时间啦。今天要介绍的马股是阿马达，你可能不知道的10件事。第一点，阿马达 Bumi Armada Berhad， 简称阿马达，成立于1995年12月，在2011年在大马交易所的主板挂牌上市，是一家总部位于马来西亚的国际海上能源设施和服务提供商。阿马达是全球最大的浮式生产储卸油船 FPSO 公司之一，也是岸外资源油船 OSV 的拥有者和运营商，在亚洲、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拥有丰富的经验。第二点，阿马达身为一家国际海上能源设施和服务提供商，业务遍及4大洲的10多个国家。阿马达的业务被分为2个部门，那就是浮式生产和运营以及岸外海事服务。浮式生产和运营部门是专门从事浮动油气设施的工程、采购、建筑、调试和运营，主要是使用 FPSO 油船通过立管海底储层接收石油类流体，然后进行处理并存储石油，直到可以将其卸载。岸外海事服务部门就是负责船只的租赁、范围规划、物流和全面运营。截至2020财政年，阿马达拥有4艘全资 FPSO、3艘合资 FPSO、1个液化天然气浮动存储单元、1艘正在建设的部分合资 FPSO、27艘 OSV 船以及3艘 SC 船。第3点，阿马达的大股东是 Ananda Krishnan， 是一位大马富豪，在2021年4月以58亿美元财富位列2021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的第476名。Ananda Krishnan 身为公司的大股东，所持有的34.88%股权是通过持有 Objectif Bersatu Sdn Bhd 的股权来间接持有的。除此以外 ，Ananda Krishnan 也是另外2家上市公司 Astro 和 Maxis 的大股东。第4点，阿马达是一间重新上市的公司。阿马达第一次上市大马交易所是在1997年6月，后来在2002年9月被 Objectif Bersatu Sdn Bhd 收购了68%以上的股权，触及到收购条例。同时 Objectif Bersatu 也不打算维持阿马达的上市地位，所以就以7令级的价格强制收购剩余的股票，在2003年4月将阿马达私有化并除牌下市。其实在阿马达下市之后的4-5年间，就开始有传言说阿马达可能会重新上市，但是基于当时全球正面临08年次贷危机不久，市场状况不确定因素仍然很高，所以才拖到2011年才重新上市。尽管如此，阿马达重新上市仍然获得大众的青睐 ，IPO 达到了9.5倍的超额认购，归因于当时的市场开始恢复活力，国际油价也突破了每桶100美元大关。选择在这时候重新上市的阿马达，可以说在时间点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第5点，阿马达的业绩是非常依赖于国际原油价格的。正确来说，应该是阿马达的客户非常依赖国际原油的价格浮动，毕竟他们才是开采石油的提供商，所以导致阿马达也间接受到了国际原油价格浮动的影响。从公司历年来的业绩表现可以看到，自2015年开始，公司的业绩就出现了亏损，而当时正好是国际原油价格处于低迷的时刻。阿马达的客户在这期间可以说是状况连连，比如说在2014年 Husky Madura 的合约签署期一拖再拖，2016年 Woodside Energy 单方面终止合约，而在同年 Enquest 公司财务重组，2017年 Irin Petroleum 长期拖欠款项，而之后在2018年申请破产等等。第6点，阿马达曾经面临董事局成员退出潮。从公司上市至今的年报数据统计，公司一共有过10名董事退出董事局，有的是辞职，而有的则是退休。这时可能就会有人说，公司上市至今都已经超过10年了，有董事退出也并没什么出奇。但是问题就出在于，大部分董事都是在短时间内集体退出的。例如在2014年至2015年之间，就有4名董事退出，当中就有公司的首席执行员 Hassan Asad Basma， 他当时辞职的理由是因为家庭问题。而另一个退出潮则是在2017年，短半年不到，就有4名董事辞职或退休。当中的 Sapoji 是印度的亿万富豪，也是 Sapoji Balaji 集团的主席。那为什么在短时间内会有那么多董事退休和辞职呢？是因为国际原油价格低迷引起的吗？还是因为公司内部的问题呢？又或者只是纯属巧合呢？这就不得而知了。第7点，
阿玛达是一间高债务的公司。根据公司从上市至今的年报中显示的数据，在2012年时的贷款是最少的，但是也达到了26亿令吉左右。而公司最高的贷款量是在2016财年，当时的贷款一度达到了130亿令吉这么高。不过之后的几年，贷款就开始逐年减少，截至2021年年尾，公司的贷款已经剩下了70亿不到。看来公司这几年都相当积极的在还债。第8点，阿玛达的业务是有涉及到俄罗斯的哦。在2020年的年报中有显示，阿玛达有3艘并级船在里海的俄罗斯海域作业。大家都知道嘛，近期俄罗斯跟乌克兰开打，导致很多国家都向俄罗斯实施史无前例的制裁措施，令到俄罗斯的经济大受影响，卢布也大幅度贬值。但是有趣的是，阿玛达竟然提前就将涉及俄罗斯的业务连带并级船只一起出售给了俄罗斯陆奥石油公司，并且在开打前1个月的1月20号就完成出售交易了。这是神一般的操作。虽然这次出售船只导致公司蒙受大约2500万令吉亏损，但是如今看来算是非常幸运做了这次的销售，少许的亏损好过血本无归。毕竟没有人会知道这次的战争会何时结束。第9点，阿玛达在历年来的业绩当中，只有3次是处于亏损状态，而这3次的亏损有2次是属于巨亏，分别亏了18亿和23亿令吉。只不过这些巨亏大部分都属于是非现金减值费用，例如公司的 FPSO 油船和 OMS 服务船，以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减值等等。所以并不是公司真的亏损了这么一大笔现金。虽然话是这么说，这么一大笔的减值，也就意味着公司的船只比起以前不那么的值钱了。毕竟减值是指市价持续下跌、技术陈旧、损坏、长期闲置之类的意思。第10点，阿玛达最新的业绩表现是蛮不错的哦，而且在2021年的全年业绩也获得了超过5亿令吉的净盈利，是自上市以来最高的一次赚幅。业绩的卓越表现，很大程度上是跟国际原油价格上涨有关。毕竟国际原油的价格从2020年4月之后就一直处于上涨的趋势，目前的油价已经突破了每桶100美元，回到了阿玛达刚上市时的水平。只不过当回顾公司的股价，虽然已经从谷底反弹上来了不少，但是距离刚上市时的价格仍然还有遥不可及一段路要走。以上就是关于阿玛达你可能不知道的10件事。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喜欢我这次的影片，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想要持续追踪我的话，也欢迎订阅我，或是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那我们下期再见啦，大家拜拜。